好，那么川习前天通电话了，到底谁打给谁啊？扯过来扯过去了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而且说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不变啊，没有改变对台湾的立场啊。那另外呢，说川普跟习近平明年可能会会面4次哈。看起来这个不是只有一次两次，你拜访我拜访你就算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大陆的官方媒体是说了，习近平提到日本的军国主义，说这是差不多10年以来第一次明显的去指日本啊。那另外，日本前驻中国的大使呢说，这是习近平亲自处理，所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说谁都压不下去啊。这不是说随便这个所谓大使层级啦、师长层级能压下去的哈。那《华尔街日报》说，川普跟高市长通电话的时候，建议他不要在台湾议题上刺激北京啊，主权的问题你少提了，提了就刺激他啊。那而且呢，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以后，大陆又买了10船美国的大豆哦，所以川普很得意。你看看通完电话立刻就买，荐举旅集哦，3亿美金啊，就下订单了哈。然后呢，川普就你看这个，我让我们美国农民更加伟大了哈。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川普怎么讲的。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又被记者追问，到底和习近平谈了哪些话题？I spoke to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things, but trade and buying our farm products. 对于这次川习热线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 CNBC 专访说，这代表美中关系正在改善中。We're always going to be rivals.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rivals. That's natural. So if there are 4 meetings during the year, I think that gives the relationship great stability. 光川习会明年就有4次，包含4月的川普访中、11月的深圳 APEC 会议。另外，川普也预定在明年2度在美国接待习近平。U.S. position on Taiwan is unchanged, and on Ukraine, President and Party Chair Xi agreed peace in this Ukraine conflict. They must move forward. 但外界最关注的还是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因为通话后，中美在是否谈论台湾的摘要上各自表述，川普只字未提，但也没有加以驳斥。从釜山会面到这次的热线通话，川普都刻意绕开台湾话题。美国似乎还是决定维持某种程度的战略模糊。日本在与中国闹僵后，发言也相对克制，确保双方的关系不会再度恶化。来，张博士怎么看？我们所有高层的这个接触，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所以真正打电话之前，老早就已经讲好，你讲什么，我讲什么。相互的新闻稿，无论是新华社的通稿，或者说透过 True 这个就是他的社交 True Media， 这个就是出来的东西，其实双方都看过。那真正的动作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讲话的时间是川普方便的时间，但是习近平在这边却是深夜。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其实这个讲穿了，他在那边打完电话立刻，然后大家都是媒体讲，立刻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事实上是第2天早上，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基本上安排，就是让高市早苗1个晚上睡不着。对呀，因为他知道。随后，因为不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既然要谈这个问题，那个就是当时晚上10点钟出来之中，就摆明了他跟这个川普有谈到日本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也不可能马上就是打电话，他也要去把他幕僚弄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是白天，弄清楚之后，他打电话给高市的时候，他事实上在那边已经是晚上。那他也是点到为止讲到这儿，所以后面高市的表现才会有所变化。点到为止了，因为他跟习近平通了60分钟电话，跟高市通了20分钟，就表示只是告诉你我刚刚讲了些什么。打狗之前总是要先跟主人讲嘛，对不对？那但是主人呢，那个讲完之后，这个立刻呢就打电话给狗，然后你现在去问狗，狗呢不语。那就知道真正的问题就是在狗。我要讲就是说，虽然在韩国川习会，大家讲说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本来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台湾躲过了我们会被交易或者是当棋子的这个命运，可是在这次川习会通话里面，
当然提到了台湾问题。那当然，川普想要回避，所以他在他的社群平台里面，他没有讲到台湾问题。可是陆方可是非常清楚的啊，甚至把那个就是谈到就是有关于2战台湾回归中国，连这个话题他都讲了。而且显然呢，川普也没有去回绝，也没有去否定这个事情。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第一个，也就是未来中美之间的这些交涉、互访、通话，其实是绕不过台湾这一题的。就不要大家不用再妄想说，哎呀，美国可以有能力不去碰触到台湾问题，而可以跟中方具有任何的交涉。那我要讲就是，在这个川习会通话之后，他又买了他10船的黄豆，那显然中方对于川普的回答是满意的嘛？不然我为什么要继续买你的黄豆？那不然的话，这个整个事情就黄掉算了，还黄豆了，对不对？好，那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呢，川普接下来马上就是打电话给高市。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有谈到台湾问题啊，因为高市没有去否认，没有去否认，那这代表确实川普已经介入了中日之间的一个冲突升高的问题。而且呢，如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要这个日本啊 lower the volume on Taiwan， 什么意思呢？就是降低音量，对，就是你少说一点，少说一点哈，不要讲那么大声。他没有让你收回，但是就代表你少说一点。好，那请问一下高市有没有听呢？有因为高市到昨天就是接完这个川普的电话之后，他的态度明显的放软。别说大家也问他说有关于台湾地位，他就在讲说啊，我日本已经没有立场已经没有立场再谈到台湾的这个法律定位。所以很多人讲说那我们的核食是不是白吃了？那个这些寿司啊，拼着日本的水产品是不是白吃了？怎么高市现在整个的态度出现了一个软化？那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想中日台，尤其整个的印太的这些战略，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速的。那其中其实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川普现在最重要的第一个，他要俄乌停战，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啊。他还需要关税要继续的推动啊，跟全世界征关税。还有呢，他要跟中国改善关系。那任何的台湾问题或日本你讲话讲太多的问题，通通阻碍他，所以他都要排除。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中美之间绕不过台湾，所以我们还是随时有可能被交易掉。高市昨天是跟他的4个在野党领袖党魁的会谈那在野党领袖呢，野田就问他了。他现在说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因为他也说了，旧金山合约已经把日本所有的权利啊什么通通取消了，根本没有权利讲话那日本这个他说有责任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了那另外呢，这个在野党在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因为被问具体的例子，所以我无意提及任何具体的细节。就是换句话说，当时是没有人家具体问我，所以呢，我当然讲，但我现在不要再提具体的细节了那另外呢，这个再被问台湾有事，在野党说这个野田佳彦说，他实际上等于是撤回了这个涉台的言论。我们看看他怎么说。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高分被抗议高市扫描的台湾有事言论。台湾については曖昧戦略をずっと取ってきましたね。だとするならば日本も曖昧戦略で同一保障でいくべきところを日本だけ具体的に明らかに姿勢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も国益を損なうことだと私は思いました。で具体的な事例を挙げて、聞かれましたので、その範囲で、私は誠実にお答えをしたつもりでございます。ただこれ政府の見解というのは繰り返しますが、実際に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政府が全ての状況を総合して判断す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も何度もお答えをしております。而提到台湾地位问题，高市早描说日本没有立场评论台湾的法律地位。つきましては、これは非政府間の実務関係、として、維持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また、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条約で、我が国はですね、台湾に関する、全ての権利権限を、放棄しておりますので、台湾の法的地位や、認定をする立場にはございません。
あくまでもこれは聞かれたことに。日本政坛显然最关心当前台湾有事言论发酵，导致中日关系急动。そして日本は常に中国に対して対話に関しては建設的そしてまたオープン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から、今後ですね、やはりこの対話を通じてより包括的な良い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そして国益を最大化する、これが私の責任だと感じております。陆客减少，虽然多少会冲击日本业者，但如果能借此重振日本国旅，或许也能慢慢弥补缺口。我觉得包括俄乌这件事情，包括中日这件事情，其实除了事情本身的发展之外的话呢，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呢，美国如何对待他的盟邦哦。所以在这个俄乌的和平协议当中，就看看呢美国怎么样的修理乌克兰，然后在这个中日的发展当中，你就看看呢他怎么样处理呢日本跟台湾。你会发现呢，在这两件事情当中的结论都是呢某个程度来讲，其实美国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他最主要优先考量的事情。你说对于台湾的话呢，照习近平的说法，讲了通篇都是讲那么多的台湾议题，但是的话呢，川普几乎是只字未提有关于台湾议题，而且的话，一切的有关于中方的新华社怎么写，他就怎么认，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过。所以呢，包括了这个什么台湾回归中国这件事情是什么二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川普也没有帮我们否认。那包括了说日本呢愿意战略清晰，然后呢就算你美国自己战略模糊，你让日本战略清晰，照理说对台湾来说，如果说你愿意让这个日本去当你的一个代理人的话，也很好啊。但是他现在也不要日本战略清晰，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在对美国来讲，假设东亚最近发生这个事情，一个呢是你认为的战略当中的敌手，或者你战略当中的对手中国大陆；一方面是你非常的麻吉的、最亲密的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这个民主价值上的盟友日本。但是到最终，他其实选择的是修理日本。所以呢，日本一直苦苦的等待了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等到了大概10天之后，是国务院的副发言人一度的说，哎呀，重申美日的军事同盟，但也没讲更多了。但是再来的话呢，就等到了一个呢川习通话之后，反而是川普显然的是接受了习近平的明示或暗示来压制高市，要他吞回这个话。所以某个程度来讲，高市虽然没有真的吞回去，但他的话很明显的软化了哦。那所以呢，包括他的这个在野党的最大领袖这个野田佳彦都说了，这叫实质上的撤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看在台湾的眼中，我真的觉得我们要非常的警惕啊。先前的俄乌的和平协议当中，虽然从28项的这个内容几乎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乌克兰的降书，目前有稍微的去进行一点修正，但基本上来说，美国根本不在乎乌克兰到底在里面，他到底失去了多少，作为多大的牺牲。同样的，在这一次的中日的这个擦枪走火当中，即便习近平画了2条红线，一条就是红线中的红线，台湾；一条红线是军国主义在线。但是其实对于蔡英文来说，不在乎啊，我管你什么军国主义在线，你在不在乎？我管你台湾议题怎么样？我只要有黄豆，我有芬太尼，我有明年可以见4次的习近平，我们的美中之间会有很大的 big deal， 今年谈不成，明年继续谈，它就好了，所以就龙心大悦。所以对台湾来说，当你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发展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赖清德从头到尾只谈要所谓的呢继续美国不抗议，不对美国抗议，反而还加码说我们听你的话，我们要给你更多的这个军事预算，我们要去买你更多的武器，然后的话什么都骂中国大陆。那对于目前的局势当中，到底美国对我们的所谓的最亲密的盟友老大哥，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在乎吗？我们得到什么呢？谢谢各位。好，海鲲号本来今年11月就是这个月底就要交件的，要交件。什么叫交件呢？海测完了，它潜航要完成，通通要完成，要交了。他不交，照理讲中船都要赔钱的哦。现在工程方面延迟1天交多少钱，延迟的都很严格的哦。然后到现在还没交，不但没交呢，说还在海试出海这个测试啊，还在海试啊。那已经是第4次出海。这是要浮航，不是潜航，是浮在海面啊。所以呢，重点是整合船舶的管理系统跟电力系统，因为那就是这2个系统的问题
哦。管理是把不同，因为它现在是不同厂家做不同的东西，那怎么样整合起来哦？那这个整合是相当困难的啊。那另外就电力，因为这种柴油潜舰在海里面是靠电瓶发电的，不是靠引擎浮上来的时候呢，然后再加油等等，在航的时候，它这个电力系统出问题就麻烦了哈。所以这为什么一直在那边调整，在调整哈？说他们是为了潜航做准备了哈。那所以今天跟明天会连续2天海事，那民众消息很灵通，知道要海事了，所以民众拉布条为海军打气啊，那为海空号加油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港本来有直播的监视器哦，港要直播被消掉了，画面就被消掉了，不懂为什么不给你看啊。那另外呢，他们之前就注意到哈，说有一条很长的水横线。说是不是在水里面很久了哦？那到底怎么回事？是长期泡在水面导致一个水横线啊？那另外在同时又传出来说，海军司令唐华有动的迹象，说国军人士可能会变动。看一下，一大早，军事迷拉起红布条，来到高雄港边，要为国军加油。期待很久了，有这个消息说今天上午就会有睽违已久的试航，所以就是我们就再度来到这边，然后来帮这个台船跟256战队还有海军的这个官兵他们加油。军事迷引颈期盼，原来传出国造潜舰海鲲号27号早上要出海测试，果真在8点半左右看见海鲲号身影，睽违147天第4度出海服航。整个船舶管理系统的整合，还有电力系统的整合。那因为海鲲舰它在这个下水之后，其实也有新增了很多的装备，所以在电力系统的部分的需求当然就增加了。今天或者明天还会再增加的这个浮航测试，预计为之后的潜航的测试做一个准备。专家分析，这回浮航要测试2大系统，同时为潜航做准备。但海鲲号原定在今年9月要完成海测，预计11月交舰。不过现在看来赶不上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日前也证实，台船将因为违约，每天开罚19万元。至于台船，则要力拼今年度交舰。应该最少会有2次的潜航测试。那在第2次的潜航测试，它会到比较深的海域操作鱼雷，就是超雷这部分的射击。完成超雷的射击的话，那整个测试就会告一个段落，那就可以进入到交舰的程序。海鲲号除了在27号出海测试外，专家也预估28号也要浮航出海，模拟未来潜航要测试的科目。若是后续2次潜航测试没问题，海鲲号有望赶在今年顺利交舰。在高雄，张博士，你们怎么样观察？就近观察如何？我想，对不起，这个我身在高雄，我都不知道他要出港。这个海鲲舰呢，执行到今，这个让人最痛心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到处曝光、高度曝光的最高机密，有关系的人，然后呢就都知道这个，而且呢，从来就没有人去查究这些这个泄密消息走光的这些事情，人家连布条都做好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曝光到什么程度，这些人是不是合格的知道应该这个事情。我想在这边真的是要呼吁，我们这个事情带有太高的政治性。这个海鲲舰呢，作为一个用来去攻讦在野党的一个口实，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潜舰了。原来是一个专业的，然后你因为这么多的政治操作，那已经把它这个声明都已经搞臭了。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所有泄密的事情没有人去查？到底是投鼠忌器的缘故是在哪里？这个东西才可怕。最重要一件事情，海鲲舰这个刚开始这样进行工程，当然有不顺，但是我也要提醒今天做什么事情要有这个壮士断腕的那个决心跟那个就是说心理准备。我们一定要知道，美国前几天才把他的星座级原来要造6艘，造了2艘之后，他决定后面4艘不造了。其实美国呢，海狼舰也是这个中途而废，然后后面都不造了。这个梦幻型这个驱逐舰，这个就是朱瓦特号，也造了2个，发现不好也不造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滨海战斗舰造了之后，发现用起来这个又不理想，然后又故障更多，后面也不造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假如今天这个烂戏你到了最后没有壮士断腕的这个拖棚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政治上丢不起这个脸，但是问题是
这个船要造出来是要能打仗的，有人要上去要拼性命的，对不对？假如政治人物今天为了政治人物的面子，然后最后牺牲了海军官兵的性命，对不起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水手的冤魂是最可怕的。你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要对历史负责。对于这种一直在泄密、一直消息走光，这个绿营政府在对这个事情是毫不在意我觉得他可耻、可恨、可悲。那美玲还要做7艘还要造。对，其实这个海空号事实上是在今年的9月，就是今年9月就应该完成所有的海上测试，11月就要完成交舰。但是看一看今天已经几号了，所以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其实它就是跳票了那当初其实在讲的时候呢，海军还说放心，这个5年的期限会如期交舰。不管在这中途立法院这个质询大家怎么去问他说没有问题。可是你看顾立雄现在都承认说，哎呀，我们当时的承诺可能没有考量，就做全面的考量啦，所以呢没有去理解现实会有困难呐。他讲的很含蓄，但结论就是说反正就是跳票了那但我们再来看这个海鲲号我要跟大家报告，造舰的成本是新台币大概312亿那如果要再加上周边的成本，这一艘海鲲号差不多在500亿左右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刚刚有提到嘛，就后面还有7艘嘛，这后面7艘呢，它现在的预算大概是2800亿，除起来就是代表一艘400亿，这就怪了。我们通常就是说第一艘这个312亿，那之后虽然7艘不能说叫做量产，但是也是比较大量了。第一艘成功之后，造讲应该会这个经费要比较低一点，没有400亿那比原型船还要再贵88亿，所以你看这个金额其实也很奇怪。然后再来我们去看到我就拿日本的这个苍金号这个潜舰它的预算要多少钱？一艘大概148亿那而且呢，它116年就确定可以服役了，所以奇怪了，为什么日本的这个潜舰动力比我们大，然后造价经费比我们低，然后又能够如期来完工。这有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唱衰，而是我们要严格的去监督。那么诚如刚才这个张教授所讲的你看我们的整个这个将来这个潜舰好了以后，你要有多少国军弟兄要在里面？如果现在整个系统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安全性也不知道到位了没有，可靠度到哪里我们都不晓得。这将来是要让所有的这些军官去承担这些风险的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一次的测试到底要测试什么，内容是什么，那透明度在哪里，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一路以来就是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啦。尤其我再讲一点潜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下潜，是要潜下去。那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测试呢，又是在这个浮航。所以潜航还不知道是怎么样，那这个潜航其实又有在分，我想这当然是更专业嘛，到底是深水的这个潜航还是潜水的潜航，我们通通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讲一个我觉得执政党不要老是给在野党扣帽子，但我们只要监督这个海鲲号，就要说我们不支持国防啦，我们卖台啊，通通都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用的每一笔钱，其实我们都有义务要去把它严格的监督所以我们都支持，但是呢，不可以容许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时我记得这立法委员监督预算本来就是正常的。我记得那时候国防委员的马文君提出一些质疑，被人骂的简直像是叛徒，讲的是泄密哇，快差点把他法办了，头去跪。对。所以当时谁第一个站出来挺他的？我说一定要挺他。立法院审查预算本来就是天经地义，跟议员审预算一样嘛。他审预算有什么错呢？不得了了，把他讲的简直是这个十恶不赦了后来呢，证明他是对的。现在再回来。